大家好，这颗裂果的苹果丝瓜完全没有受到台风影响，继续朝菜瓜布与留种的目标前进。至于这不起眼、依靠着棚架搭设，用来遮挡侧光的指甲豇豆，在台风后虽然连续降雨，却是提供很大的贡献。在多日缺少日照下，长相虽然比较不佳，在高菜价的时期，日产的量还算不错。而这区块是百香果棚架倒下，简单善后，想进一步重新规划的区域，因此这短短的影片很像傻子般反复观看了好几次，试图看能否进一步改善的可能。反复观看的原因也是想要缩短流程，提高效率，这也是平时习惯的做法。时间有限的话，就先想好再做，这样施作时就照规划直接做了，而不用还得思考怎么做，会省下不少时间与气力。而这原本棚架下只是用来搭设竹子的位置，百香果种植是独立在另一槽，避免根系互相干扰。这位置会种植青葱与韭菜，除了在角落，上方又有棚架，会比较阴凉，也就可以不用考量蝸牛的问题。青葱与韭菜无法防治蝸牛，但是蝸牛基本上是兴趣缺影响不大，因此几乎也就是放养的方式。也因为是夏天，所以青葱种植反而随处可见，只要有闲置的空间就塞青葱进去。对于夏天在地势高的地方呢，算是很好的防御作物。而这内部其实有特别调整地势，环绕菜床的内部周围是种植青葱，中间洼地的位置才是种植韭菜，这样可以方便浇水，也可以降低浇水的频率。利用地势的高低来控制湿度，就可以让不同适水程度的作物呢顺利种植在一起。整理完毕后，先简单看一下变化。这处因为方便取水，也有种植韭菜。四季豆则先行从底茎处切除，直接在杆子上晒干，再进行清除。堆草已经不堪负荷，又要装满了。独立一槽的百香果枝条修剪后，目前就拉往一旁，让它重新生长。而刚才整理好的青葱与韭菜呢，中间的韭菜地势有比较低只是土壤的颜色不容易呈现出高低落差。中间挖出沟槽的土壤，则可以顺道帮青葱覆土。后面的地势比较高，容易排水，生殖也不是问题。至于这最早期扦插的茉莉花呢，真的是生命力超强，太角落了，觉得没有造景的必要，清除了很多遍，就又继续长出来。接续来处理豇豆遇到的问题。豇豆夏日时只需要种植几棵，顺利生长的话，产量就足够家庭食用了。这也可以当作台风的备用菜，但是有个前提豆棚要够坚固直接用竹子搭设的棚架很难承受住台风的吹袭。而这不起眼用来遮挡侧边日照的豇豆棚，因为上方有坚固的位置可以绑定，因此虽然不起眼，但还是撑过了台风的吹袭。这比去年的状况算是好多了。经过台风吹袭后，还需要进行处理的是残枝败叶，造成折损的枝条与枯萎掉的叶片都可以摘除掉。
豇豆的叶片为了通风，平时也是可以做摘除的动作。而台风吹袭后，又紧接着降雨，没有日照下，豆子出现了怪现象。整条的豆子几乎都生长到一半，上半条豆子内部的种子就鼓起来。有人说这是他想要延续后代生命，而提早进入成熟长豆子的阶段了。不过因为才长豆没多久，个人是觉得可能在雨水不断淋洗下，又缺少日照，无法行使光合作用，自行提供养分有关啊。因此清除残枝败叶，增加通风性之后，对于土壤经过雨水冲刷，也有出现了裸根的现象。原本采用立垄种植的方式，也推波助澜土壤滑落的现象。将两旁再次挖出沟槽，对根系再次进行覆土，简单整理，恢复原本种植生长机制，就算完成。而因为台风后的时期，菜量的供给通常比较紧迫，因此暂时就先不修剪侧蔓，等需求降低后，为了通风性，侧蔓也可以进行适度修剪。这是因应采用少量多样性的种植方式啦。如果豆子生长太多，家庭种植反而会是一种困扰。另外，降低单一颗豇豆生长的数量，光用水煮豇豆更容易显现原始的甜味。至于挖沟的一个目的，在浇水上也会比较方便，尤其是这种植在地势比较高，又进行垫高种植。平时浇水时，凹槽可以让水慢慢沉淀。在降雨后，土壤还有湿度，如果要使用酵素易肥，因为垫高的原因，也可以不用担心土壤过于潮湿啊。改善后的效果，2天后立即可以前后比较。台风过后，豇豆出现这样的现象，整条豆子变成过熟与不熟的现象，提早或晚采收都不对啊。经过改善调整后的2天，豆子生长的状况就又恢复了，只是不清楚是因为日照不足、养分不够，或是裸根造成。最后，这是芦笋没有拉绳，台风清除后又重新长出来的状况。太密的位置可以凑合着吃啊，错过采收的就可以先当作母茎长叶使用。谢谢收看。